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明景泰年间，洪峰城有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叫施仁。最近他时至运来，一个千金大小姐要嫁给他，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这就不得不提到洪峰首富常员外了。常家经过数代人的努力，垄断了整个县城的布匹生意，传到常员外这一人，生意越做越大，短短数年，利润翻了好几倍，成为一方首富。而常员外是个十分迷信的人，在他年轻的时候，曾遇到一位很灵验的算命先生，他对常老爷说，人生来有多少福，就能享多少福，生来多少岁命，就能活多少年。像常家享尽荣华，终有一天是要还回去，重新受苦受难的，除非有家族的人宁愿放弃荣华富贵，为家族里的人去受苦受难。常员外就问算命先生，那如何能保证我自己一生荣华富贵呢？算命先生答道，那就要你的至亲来替代你受苦了。常员外又问道，妻妾算不算至亲？算命先生白了常员外一眼，说道，你这位大老爷也太利己了。说罢便摇摇头走了。常员外急了，连忙追上前去，问道，怎么样才算至亲？算命先生不说话，自顾自地走着。常员外只好让管家拿出30两银子，算命先生这才停下来，说道，至亲至亲，不带血缘关系，怎么能算至亲呢？常员外又问，那儿子还是女儿，有要求吗？算命先生摸着胡须，说道，儿女都是来报恩的，让他们带你受过就行。自此，常员外心疼儿子，只好将女儿下嫁贫农，并且不给女儿经济方面的援助。小女儿常梦玉已到28年华，该出嫁的年纪。常员外最心疼小女儿，断然不能让她步2个大姐的后尘。大姐常梦香嫁给了一个穷赌鬼，天天逼着她回娘家要钱给她做赌资，而常员外坚持不给钱女儿，生怕有一天自己没有荣华富贵可享受。做了半生千金小姐的常梦香，在丈夫的一再家暴下投河自尽。二姐常梦环嫁给了一个不赌不嫖的书生，料想会平凡地度过贫困的一生，谁知书生身体孱弱，常梦环为人妻10载，竟还未破身。哪个女人能忍受守活寡？她后来跟邻居张屠户厮混到一起，强行让书生写了封休书。她拿着休书搬到张屠户家当小妾，落了个大大的笑话。于是常员外再找女婿便十分小心谨慎，他已经做足功夫，得知施仁是个身强力壮的老实农民，帮人挑粪都不会偷一勺的榆木脑袋，这种人定然不会发达。他干了辈子农活，长了一身的腱子肉，这次常梦玉定不会遭遇2个大姐的窘境。接亲当日，常家的嫁妆只有一张木大床，再无其他，十分寒酸。常梦玉坐在一顶陈旧的花轿上，有几个衣衫陈旧的穷人抬着。常员外为了让女儿过得惨淡一些，更是把施仁的积蓄全部拿走，当作礼金。施仁毫不在意，反倒很开心。他皮肤黝黑，其貌不扬，年过30旬，愣是祖坟冒青烟，方能娶得如花似玉的千金小姐。拜堂的时候，他看着肤白貌美妻子，恨不得把茅屋连同身上的衣裳都脱下来赠与老丈人。施仁舍不得让常梦玉干农活，又不放心留她独自在家，每次出门他都会带上常梦玉，让其在树荫底下休息，自己则在田里挥汗如雨的干活。2年后，常梦玉生下了个白白胖胖的男孩，多了一张嘴。施家的生活更加艰难了。施仁为了帮妻子滋补身体，每天都进山挖山货，再带到县城售卖，换点碎银。一日，施仁卖完山货回家，已经是傍晚时分。
路上看到一个趴在地上的人，是个瘦骨嶙峋、衣衫褴褛的老乞丐，他一动不动地趴着，宛如一个死人。诗人看到老乞丐的胸腔缓慢地一起一伏，才知道他还活着。他绕开老人，继续赶路。刚走出数十丈，他停下了脚步。善良的他不忍心任由老乞丐自生自灭。现在已经快入夜，乡道不会再有人经过。此时老乞丐已经奄奄一息，再不投喂食物，明日铁定变成一具死尸。他拿出自己的干粮和水围，放到老乞丐身前。老乞丐已饿得发晕，手不停地哆嗦，颤颤巍巍的手抓了半天，愣是没拿起一点干粮。已经走开的诗人只得返回老人身边，将干粮送到他的嘴里，可他连咀嚼的力气都没。诗人将干粮嚼碎，就着水往老人的嘴里塞。天色渐渐暗下来，老人的情况丝毫没有好转，诗人便背起老头往家里走。常梦玉见相公背着一个脏兮兮的老乞丐回家，十分不解地问道：相公，此人是你家亲戚吗？不是，路上撞见的，他快饿死了，我不忍心，带他回来照顾几天。常梦玉脸色瞬间晴转阴，骂道：家里还有多少米，你不清楚吗？又多一张嘴，你养得起吗？诗人挠挠头，说道：我吃的那份给老头一半，等过些天他好起来，我再让他走。在诗人的悉心照顾下，老乞丐的身体慢慢好转，有了些生气，人看起来也年轻不少。老乞丐的名字叫赵天德，原本在县城做小吏，今年刚过5旬，因当差时误抓了一位富家少爷，得罪权贵，后被富少爷陷害，落得个贪污罪名，被抄了家。县太爷一知道他是被冤枉，便留他一条性命，但他在衙门留有案底，再无翻身之日，又无田无地，只能出去乞讨为生。之前他做过一段时间的说书人，被富家少爷砸了书摊，并烧了他的书，他只能一心当乞丐。自从当了乞丐，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，因吃的是别人扔垃圾，开口说话就带着一股臭气，又没干净的衣服穿，他想换个地方重新说书也没办法。此次他晕倒在路边，就是因为他想绝食几天，等身体里的垃圾排空，然后到河里洗个澡，把自己弄干净了，再去走村串巷说书赚钱。不想才饿了3天，身体受不住，晕倒在路边，幸好的诗人搭救，方才捡回一条性命。见赵天德已经能下床，诗人便让他离开。赵天德双手一拱，说道：师兄弟，承蒙搭救，日后如果有需要帮助的地方，你吱一声，定当鼎力相助。说罢便走了。原本以为事情到此会告一段落，不想1个月后，赵天德又跑到诗人家。他说在乡村说书，村民贫苦，根本没钱打赏，身无分文的他3天饿了9顿，眼看着已经头晕眼花，不得已才厚着脸皮再次向诗人求助。常梦玉白了诗人一眼，便抱着小孩进了房间。诗人明白妻子的意思，但他实在不忍心拒绝，就让赵天德在柴房住下。赵天德就像落水的人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是不可能松手的。他变着法子讨好诗人夫妇，白天帮忙干农活，晚上回来帮忙带小孩，还煞费苦心地编了很多故事，表演给常梦玉看，逗得他很开心。在没有任何娱乐活动的乡下，听书也是不小的享受。久而久之，诗人和常梦玉都没有再提赵天德离开的事。赵天德以前当过小吏，见过大世面，也很懂得与人相处的技巧。他总是文绉绉地说些漂亮话逗常梦玉，就算双方都知道是假的，但好话谁不爱听？而且前半生并不贫苦，他也烧得一手好菜，每天变着法子给常梦玉煮不同的菜式。而且他很大方，自己说书赚来的钱1分不留，
不是给常梦玉买胭脂水粉，就是买新衣。每次说书回来，必定会带上小孩吃的糖果和常梦玉爱吃的烧麦。常梦玉哪受得了这般攻势？再回头看看老实巴交的相公，漂亮话不会说，大字不认的一箩筐，煮饭也只会简单的农家菜，整天为了省钱，让全家人吃得十分寡淡。跟他生活这么久，嘴巴真的能淡出个鸟来。常梦玉已经离不开赵天德了，常梦玉竟然弃年轻力壮的诗人不顾，跟年过半百的赵天德搞到一起。或许赵天德当小吏时学会了很多讨女人欢心的办法，房事技巧也比诗人高明不少。妻子出轨了，当事人一定是最后一个知道的，全村人都心知肚明，但没有一个人主动告诉诗人，他依然早出晚归的干活。殊不知赵天德每日都比他更早到家。一天夜里，饥渴难耐的诗人将手伸进了常梦玉的衣服里，都累死了，别烦我，再动我就出去睡了。常梦玉表现得很生气，诗人感觉有些奇怪，他已经2个月没碰过妻子了，想不通他为什么会拒绝。终于一天，邻居赵勇要搬到城里去卖豆腐，他跟乡亲们一一告别。他也是个老实人，反正自己要走了，也不怕常梦玉和拼夫会找他麻烦。他告诉诗人赵天德与他妻子相拼的事，诗人一记老拳打到赵勇脸上，骂道：不许污蔑我女人，他怎么会为一个50岁老头而背叛我呢？赵勇没有还手，推着独轮车走向县城。诗人虽然说不相信，但一个想法一旦在脑里种下，就会有发芽结果的一天。一天，诗人的离断了，他便早早回到家中，刚好撞见赵天德与常梦玉衣衫不整地从房间里出来。他冲上去对着赵天德就是一顿老拳伺候，骂道：你再敢来我家，我便打折你双腿。赵天德像条落水狗一样走了，诗人一句也不敢说妻子。他像往常一样到厨房做好饭，便叫常梦玉一起吃饭。第二天，诗人干完农活回家，常梦玉却不见了。他挨家挨户地敲门找妻子，看是不是到别人家串门了。即便每个人都告诉他，常梦玉已经跟着赵天德跑了，他依然不肯相信。找完村子又去找后山，终究是没找到妻子。诗人只好自己背着孩子在田里干农活。就在此时，赵天德与常梦玉出现了，还带着几个壮汉。诗人还未来得及开口，就被几个汉子抢走小孩，毒打了一顿，左腿被打折。赵天德对几个壮汉说：此处往来人多，你们将他带到深山里埋掉吧。说完便带着常梦玉和小孩往村子里走去。他是有案底的人，搬到哪里都不如偏僻的村子方便。几个壮汉把诗人抬到山里，商量了好一会，其中一个男子对诗人说：大兄弟，你自己走吧，再也不要回红枫城了。我们其实是农民，也没杀过人，不想起那先例，接下这单生意，是因为家父亡故，实在没钱安葬。诗人听到后，捡起一根尖高的木棍，拄着快步朝远处走去。一路上他担惊受怕，生怕几个汉子会反悔。不知道走了多少天，诗人来到了千里之外的若川城。他每日拄着拐杖沿街乞讨。春去秋来，天气逐渐寒冷，身穿单衣的诗人感染了风寒，奄奄一息。就在他绝望之时，迎面走来一个郎中模样的中年人，将他带回了家。中年人对诗人说：我已经留意你很久了，你心地善良，如何落得如此境地？诗人便将自己的经历一五一十告诉中年人。中年人说他姓陈，是位郎中，经常看到诗人在乞食，但他与其他乞丐不同，一次看到他见到商家掉落地上的水果，居然没有偷偷捡去充饥，反而是告知人家。商家以为是诗人弄倒在地上的，非但不致谢，还打了他一顿。
诗人却丝毫没有表现的委屈，即使蒙受如此冤屈，诗人并没有丢失本性，还经常看到他好心地将乞讨来的食物分其他乞丐。陈郎中就是看中他如璞玉般的品质，不忍看他冻死，才施以援手。陈郎中医术很高明，竟将他断了半年的腿给接了回去。虽然不能完好如初，但也能一瘸一拐地走上路，用上力气。因为陈郎中没有子嗣，便传授诗人医术，让他继承自己衣钵。诗人学会认字，加上勤学苦练，2年时间便小有所成。这年入冬的一天，一个扎着双马尾的小姑娘过来求医，刚好陈郎中出诊，诗人便让女孩在客厅里等着。他看着豆蔻年华的少女，联想到了妻子，当年常梦玉嫁给他时，跟女孩差不多年纪，不想还好，一联想起过去的种种，诗人的眼泪如断线般落下。自己落得如此田地，竟是因为自己善良导致，在路边救了个将死之老人，不想对方竟霸占他的妻儿，鸠占鹊巢。女孩等了很久，不见陈郎中归来，她焦急地录诗人说，他的父亲得了怪病，全身发烫，还一直说胡话，2条腿都肿了起来，怕是等不了多长时间。诗人听后，马上背上药箱，跟女孩回家。看着农夫肿胀的双腿，诗人不停地在他身上找寻着什么。女孩不解地问，大夫，你在找什么？诗人说道，我看你爹不像是病，像是被毒物咬了，要找一下伤口确认。女孩连忙凑过去，脸几乎贴着他爹的双腿，不一会儿找到了一处针眼大小的伤口。诗人确诊了，此乃天竺传入的一种毒蜘蛛，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此毒蜘蛛毒性刚烈，如老人或小孩被它咬到，几乎会当场丧命。农夫是青壮年，身体各方面机能正值最旺盛，所以未致命。此毒并无解药，但可用微毒的中草药重楼与雷公藤中和其毒性，同时灌予泻药，让病人快速将体内毒素排出体外，减轻毒性。诗人调配药剂，并让女孩拿来水帮忙勾兑泻药，待伤口的药敷好后，便拿来牛灌桶，像灌牲口一样给农夫灌药汤。每农夫吃完后，上吐下泻之际，诗人不等其休整，便再次灌为。3人折腾了一整夜，农夫的毒性被清除了大半，气色渐佳，他开始能自己吃药汤，不需要诗人灌为。后来陈郎中积劳成疾，撒手人寰，诗人便接手了他的医馆。过了2年，诗人已经攒下不少钱，他觉得是时候回洪峰城夺回妻儿了。虽然想着复仇，但他又不能放任病人不管，许多病人需要定期过来抓药续命，诗人每日都在忙碌的出诊治病中度过，根本抽不出时间回洪峰城。又过了3年，诗人已是远近闻名的瘸子神医，颇受若川人民爱戴。他收了3个徒弟，帮他打理医馆。寻常的无名肿痛、风寒身热的症状，就让学徒去诊治。他将所有病症与治疗方法写成一部医书，只要识字的人看了，就能对症下药治病。离开洪峰第8年，诗人很想回家看看儿子，他将医书传给徒弟，并嘱托他们一定要悬壶济世，切不能为了功利利禄丧失本心。几个徒弟面面相觑，觉得师傅像是交代后事一样。翌日，一对农村夫妇驾着一个小姑娘来医馆找施郎中。诗人一看，这不正是多年前被天竺毒蜘蛛咬伤的农夫吗？农夫见到诗人，拉着妻子一同跪下，恳求他救救他们女儿，正是当年的豆蔻少女，如今长成了个水灵灵的大美人。诗人连忙扶起农民夫妇，说道：依我看，令千金健康得很，身体并无恙。农夫说道：他是没病，可是惹上恶霸，那人非要纳他当妾，我们农民人威严轻，根本反抗不了。诗人这下为难了，
要说医治疑难杂症他不怕，可要对付坏人，他一个瘸子真无能为力。老大哥，你也看得到我这条腿，怕是我也打不过恶霸啊。大夫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只要肯娶我们女儿为妻，谅那恶霸也不敢造次。诗人奇怪了，说道，我一个瘸郎中，有何德何能镇住恶霸？农夫见说不动诗人，便说道，恶霸已经抬着轿子追过来抢人了，你一会儿就说灵儿是你要娶的人就行。我们夫妻辛苦了一辈子，断然不能让她嫁入恶霸家里做妾。未等诗人答话，外面便涌进来一群人，为首的是袁龙庄的老大袁天清，50岁上下，一脸虬须，目光如电。他进来便冲着灵儿走去，伸手便抓。诗人见来人威风凛凛，有些害怕，但他听不得灵儿惨叫，便喝道，住手！袁天清，你光天化日之下抢民女吗？袁天清看了一眼诗人，双手作揖，说道，施大夫，灵儿小时候就跟我定亲了，算不得抢。说罢便架着灵儿往外走。灵儿是我的女人，你再胡来，我便……袁天清愣了一下，松开双手，强行挤出笑容，对灵儿说道，灵儿姑娘，可以啊，攀上施大夫了。接着他又朝诗人作揖，说道，对不住了，施大夫，我是瞎了狗眼，不知此事，多有打扰，还望见谅。说罢便带着一众手下扬长而去。诗人完全呆住了，他也不明白怎么回事，怎么自己一个瘸子的三言两语就将一个凶狠的恶霸赶走了。殊不知屋外面已经围满了街坊邻居，还有好些镖局的镖师，衙门的衙役。诗人行医多年，已经深得民心，众人心目中的再生父母。如果袁天清敢在此处动手，怕是连活着走到街尾的机会都没有。诗人见事情已经解决，便让灵儿跟父母回家，而他却一脸为难。灵儿爹说道，如若袁大头知道此事为假，怕是会迁怒于我家，万万不能啊。诗人说道，那你们要我怎样做？娶灵儿为妻为妾都行。灵儿娘说道。诗人哭笑不得，灵儿才10几岁，我怎么娶她呢？比人精40，跟那50的袁天清有何区别？你们不是一样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吗？灵儿爹说道，当年你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却分文不收，你是个好人，与那袁大头不可同日而语。灵儿进了袁家，袁大头生性暴戾，他哪有好日子过？我们知道施大夫的为人，一定会善待我们灵儿的。诗人已经做好回洪峰城复仇的准备，此番是否能活着回来都是未知数，怎么能娶妻呢？灵儿见诗人一再推脱，跟爹娘说道，爹娘别费心机了，施大夫看不灵儿，我们走吧。谁料三人刚走出几步，灵儿便一头撞在门框上，把围观的人吓了一大跳。诗人和3个徒弟马上冲过去，灵儿已经晕倒。诗人对长相比较好的徒弟孙明说，你去拿牛角，帮他刮痧行血，再煮些热饭，用布包住按压伤口，等他醒来时，跟他谈下嫁给你如何？孙明脸刷得红了，说道，师傅，他看上的是你，你这样推来推去，合适吗？我都40多岁老汉子了，哪能祸害人家小姑娘？2个时辰后，灵儿醒来，一脸娇羞地扭着头。诗人说道，灵儿姑娘，你看我这几个徒弟如何？你挑一个，我可是个40岁的老瘸子，跟你爹年龄一般大小，这有违人伦。袁大头他爹70岁，还娶了个16岁的呢，你这人伦就是借口，你再推脱，我还得过去撞门框。灵儿撅着小嘴，脸虽然很害羞，说话却一点也不羞，惹得众人哈哈大笑。诗人也被气笑了，他来回踱步，想着那8年未见的儿子，谁知灵儿居站起身来，快步向门框走去，取，挑个好日子拜堂。
灵儿冲他邪魅一笑，拉着爹娘飞也似的跑开了。此后，诗人再也没回过洪峰镇。他跟灵儿生了3男1女，世代在若川城行医济世。话说常梦玉那边，赵天德毕竟已经60岁余，身体大不如前，一见东西玩久了，自会生厌。正值青春的常梦玉对老相好丧失了兴趣，每每看见年轻力壮的青年，他都会投去羡慕的目光。常梦玉便起了歹念，他收养了几条流浪病狗，每天拿赵天德的碗去喂食。等赵天德回家时，他也不洗那碗，只是用布抹去肉眼能认出的污迹，然后直接装饭给他吃。不出几天，赵天德便上吐下泻，浑身瘙痒难耐，而且还发着高烧。大夫过来也看不出什么症状，一直无法对症下药。3个月后，赵天德便病入膏肓，不能自理。常梦玉干脆就不再喂食，任由他活活饿死。常梦玉扔下儿子，跟一个路过赶考的书生走了。儿子在村里吃百家饭长大，后来成为了一个道士。据他说，是为了他娘修行赎罪。那书生高中解元，成为一方县令。常梦玉重新过上了奢华的生活，而常员外家却遭受横祸。一位将军路过洪峰城，他见洪峰城令昏庸，便在此地大幅敛财，用莫须有的罪名将几个富豪家洗劫一空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常员外一下子变成了常农民，而当富豪时养成胡吃海喝的习惯并未改变。他多次去酒楼吃霸王餐，最终被人打死，暴尸街中，可谓应了算命先生那句话：子女不待他受苦，他便只有自己来受了。而诗人看似人善被人欺，但事实上，他由一个农夫变成郎中世家，其中需要多大的机缘呢？或许善恶终有报，但并非在当时当世报，或许在无心插柳的另一处开花结果呢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